大家好，这里是庶民锦鲤，我是鱼弟，韩国瑜的鱼，兄弟姐妹的弟啊，很高兴大家今天能来看我们的视频。我们今天继续来聊聊台海两岸会不会开战的第三部分啊，剑指哪里啊？就是说，如果确定解放军要开战的话，会怎么打？打哪里？打到什么程度？啊，在说这个话题之前，我想聊聊，就从昨天，大陆人民日报发表勿谓言之不预以后，台湾一些媒体和媒体人啊或者名嘴，他们对这个事情的一个态度或解读，我觉得挺好笑的啊，所以今天特意先在前面跟大家来说说这个事情。我特意挑选了两段给大家看一下啊。第一个是唐湘龙的，第二个是殷乃金和蓝轩的，节选了他们的一些片段，大家看一下，他们对这个事情的解读会非常的有趣啊。好，我们现在先来看一下。好，那人民日报因为它有一些的标准的官式用语，比如说勿谓言之不预，对啊，就是你不要怪我没有警告你，我已经警告你了。通常过去只要听到这种讲话呢，就是要打的意思。基本上面只要出现勿谓言之不预在人民日报上面，为什么看到的时候大家会觉得有点紧张？因为以往人民日报为了确保它代表的就是说北京的意志是有效的，他只要讲出这几个字的时候，就是告诉你再言出必行，你再惹我，那我就动手。好，那但是人民日报现在在谈的是呢，告台湾情治部门书。你看了那个全文之后，你认为他在跟台湾情治部门讲什么？第一个，他在确告他的对象是台独分子。第二个，他在里面也讲了，就是说，他们最不满意的是你通过所谓的国安五法，通过国安五法这几条法，用这个东西来去把两岸的空间完全的压缩。大陆人几乎不用来台湾了。对，你来了之后，大家刚才听出点什么味道没有？就是唐湘龙在故意的把这篇的社论局限在对台湾情治部门的喊话啊，然后我们接下来再看殷乃金和蓝轩的一个解读啊。但是就仔细的看啊，我觉得这个跟不管是中印边界冲突，或者是珍宝岛事件、惩越战争，它的形式上面很不一样的，就在于是说，因为你跟它的这个前后文啊贯穿起来，他在这文章之中呢有6次啊点名的批判这个蔡英文啊。但是呢，他在讲到有关于勿谓言之不预的时候呢，他是非常针对性的讲的是情报部门，是台湾的情报部门啊。他说，我觉得最特别的是这一点，他讲的是说呢，希望这些顽固分子尽早认清形势，早早收手，回头是岸啊，莫要眷恋穷城。徘徊歧路，自寻绝路，勿谓言之不预也啊！所以他针对的是情治人员啊，所以就是你不要在那边搞东搞西了，不要再跟这些台独分子呢在一起啊，不要再和在一起啊！正告台湾情治部门中抱守台独立场的顽固分子，玩火自焚，只有死路一条，弃暗投明才是人间正道啊！所以说，我觉得第一个。他还是比较针对性的在警告台湾的这些情治部门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他在创造一种舆论的氛围，我觉得也可以这样子来解读，就是说今天我已经警告你了啊，你不要在那边台独、港独这个势力结合，台独外部这个势力结合，妨碍这个祖国啊什么的大局等等之类的啊，为了他接下来的行动呢预做准备，这也是有这种可能性。第三个就是说，
我今天已经警告你了啊！那你们现在呢？台湾方面呢，把我们公布的这些的台谍案呢，不当一回事啊，觉得说啊，这些人都是玩票的、小咖的、业余的。好，那我就已经警告你了，你有大咖，其实已经在我手上了。你再这样下，我就把大咖呢公布出来，可能有这几种可能性啦。不过因为这个误会言之不预在中国大陆的文宣的历史上，它既然有这么重要的位置，所以说它就很被重视，就这样。对，不过我觉得这有点诡异的地方在于说呢，刚才已经讲了前面2次的用法，用在的场合，用在的对象身上，它是比较像一个可能全面性战争一触即发的时候的对象了啊。但这是用在情治单位，所以说用在情治单位，那所以如果说情治单位不听，你就要打吗？这个层次好像突然，因为如果说你对象这个国家，好，为什么我今天会放这2段，或者说这个挺有代表性的一个视频给大家看呢？也就是说，不管是乃金、蓝轩还是唐湘龙啊，他们都很清楚误为言之不预的含义及其背后的严重程度，但是呢，他们都是刻意的把这个事情带向了只对情报部门的喊话，不是说是对民进党政府或者对台湾人的一个警示啊。当然说唐湘龙那里那位嘉宾啊，那间谍啊，以前间谍啊，他也是说了对情治部门的喊话，但是呢，其实任何媒体舆论的节目都有它的一个目的性啊，所以说可以很明显的看到，从昨天到今天，台湾几乎所有的媒体名嘴，无论蓝绿，要么是刻意回避这个话题，要么就是说这篇喊话只是对情治部门的一个喊话，没有好像一种刻意的不希望引起台湾人重视的一个味道啊。而事实上，其实他们心里都很清楚这个意义在哪里，它就是中国政府对台湾的一个非常非常严重的一个宣战的意味在这里面啊。如果说你仅仅看字面，说是对情治部门的一个喊话，那我给大家看一下，就是我们在对珍宝岛事件的时候，我们也是一样的，是对那个苏联的情治部门的一个喊话啊，这里就非常的有趣啊。当时是怎么说的呢？是吧？就是67年的7月3号，新华社发表的通讯啊，标题叫我外交部向苏联提出强烈抗议，抗议苏联驻华商务代表处人员在我国非法进行窃取情报的活动啊。它里边的内容是：我们要严正警告你们，中国广大革命群众绝不容许你们在中国领土上从事危害我国国家利益的活动。我国外交部发言人6月14日关于必修反驻华机构人员必须停止窃取情报活动的谈话是算数的。如果你们硬要一意孤行，继续搞非法活动，中国军方将采取必要的措施，勿谓言之不预啊。这里就是说，珍宝岛的这次事情，貌似也是对情报部门的喊话，但是它就是最后的一个宣战啊，一模一样的，是吧？所以说，台湾这次媒体人不知道是什么目的，是不希望是制造两岸的一个对立吗？还是说受到台湾的宣传部门 NCC 这样的机构施压，不允许他们去说实话呢？不希望台湾造成一个社会的恐慌呢？这个就非常非常的有趣了啊。
好，我们接下来进入今天的正题啊，也就是如果两岸开战，会剑指哪里，会打到什么程度啊？我们今天就把各个程度都来讲一遍啊，大家可以自己去思考做预判啊。我当然说我会有我的判断，但未必也是正确的啊。这个是没有发生的事情，说实话谁都不知道啊。我们先说最浅层次的啊，那就是断了 ECFA 啊 ，ECFA 就是海峡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啊，就是当年马英九签的啊。这个协议呢，就是后来导致的台湾太阳花运动啊。虽然说民进党是反对再反对，但是呢，他一直是保留，执政了还是保留啊，非常有趣啊。所以说，这个 ECFA 对台湾的影响其实是挺大的啊。它早收列表项目出口总额约为6000亿新台币，这对于台湾的生产和就业其实是非常有帮助的啊。而反过来，早收清单降税，万一真的取消，这6000亿台币的产品销到大陆要被科收近10%的干税啊，这是台湾的损失啊。还有呢，就是说列表中的农产品项目是另一个重点啊。台湾农产品外销到大陆只有5亿美元左右，这是在 ECFA 之前啊。然后去年台湾的农产品对大陆出口达到了12.7亿美元，顺差将近1亿美元。也就是说，这些数字是什么意思？虽然说农产品不高，但是呢，对于台湾的农民影响巨大啊。所以说呢，民进党绝对不敢碰，或者说断了 ECFA 对民进党是有伤的啊。当然说这个是最容易操作的，因为它10年已经到期了，我们可以直接断，不需要任何协商啊。但是呢，它的对台湾的打击或者怎么样来说呢，相对来说是比较轻啊，但是也伤到了不少人啊。但这只是说，我为什么把它列为第一个呢？就是说这个是最有可能的，而且是最轻微的啊。它是经济战啊，并不是真正的热战啊。好，接下来我们就是说，如果两岸第二个程度，它就是断三通啊，也就是说，两岸交往全部停止，两岸直航停止啊，两岸经贸停止啊，这样就是对台湾来说是一个很大的一个伤害啊。为什么呢？是吧？台湾现在是据说是200万人在大陆工作、就业、经商啊。这些人如果断了的话，不仅仅是工作没有了，很多在这边投资办厂的生意人啊，他们的投资将会血本无归啊。就是台湾整个经贸，它现在是依靠对大陆的依赖性非常强，如果断的话，将对台湾是打击巨大啊。当然，这个层面也是不用动武，不会流血的啊，但是已经是对台湾造成了非常大的一个伤害了。不管是台湾的股市还是楼市将会大跌啊，这是毫无疑问的啊。好，我们再来说第三个层面，第三个层次啊，这是我认为发生的概率比较高的一个概率啊，一个程度啊，也就是说，对台湾宣布为战区，封锁台湾海峡，这是非常非常有可能发生的啊。也就是说，按当时康熙皇帝统一台湾的时候的套路，就是封海嘛，对吧？就是不许你台湾的所有的船只、飞机进出，
因为你是一个岛国，你这些东西全断的话，对于台湾人来说将会造成巨大的生活的一个灾难啊。但这个程度的话是不用出兵，不用去真的开火的啊。但这个如果说民进党政府或者说美国要插手的话，那会比较热闹啊。但这个封的话要时间拖得比较久，如果就封个1-2天的话是根本没有意义的啊。但是如果说拖个1-2个礼拜，那台湾就危险了，因为台湾现在的发电主要是靠燃气发电，也不是主要吧啊。它现在很大的一个比例是燃气发电，燃气他们的储备量也就是1-2个星期，也就是说如果封岛1-2个星期的话，台湾就会断电啊。当然说其他方面更多啦，是吧？啊，这是非常非常有效的一个手段啊。这个为什么说不用出兵呢？是因为现在导弹各方面一封锁就行了。如果你有敢起飞，或者说有进入台湾海峡或者怎么周边的一个船只的话，马上可以导弹锁定啊，这个倒比较方便啊。相信如果已经宣布了的话，也没人敢去挑战这个啊。这是第3个层啊。再接下来，我认为概率最高的一个啊，就是占领太平岛或东沙岛啊。昨天的新闻相信大家都看到了啊。台湾飞机飞往东沙岛，被香港民航就是把它给劝返了啊。这个是国际飞航的情报区啊，国际民航的一些规则在里面啊。这就是也就是说，如果持续这么玩下去的话，那东沙岛上的驻军啊，他们的物资就会造成非常大的一个困难。如果你传过去，我们照样也把你给封锁的话，那东沙就是可以不攻自破。而东沙是在哪里？它的战略位置怎么样？我们接下来看一段影片来了解一下啊。南沙群岛，其中为什么没有北沙群岛呢？其实看一眼地图就明白了。按理来说，南海诸岛中位置最北端、离着中国大陆最近的一组岛屿，应该就是北沙群岛，但是在地图上却被称之为东沙群岛。而今天咱们就来认识一下这一片神秘的岛屿。东沙群岛是由东沙环礁、南卫滩环礁以及北卫滩环礁构成。在4大群岛中，东沙群岛的岛礁面积是最少的，但它却是南海诸岛中最早被我国开发的群岛。自古以来，东沙群岛便是属于我们的领土。该片岛屿归属广东省汕尾市管辖，只不过现在临时被台湾省高雄市实际掌控。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难道是因为东沙群岛距离台湾省较近的原因吗？答案是否定的。东沙群岛距离汕尾市约250公里，距离海南岛620公里，距离台湾省高雄市则有400公里。由此来看，东沙群岛明显距离广东省汕尾市更近一些。因为一些历史原因，才被台湾省高雄市实际掌控。清朝时期，广东水师曾在东沙群岛驻扎部队，并且设立了管理东沙岛委员会。但是到了第2次世界大战期间，东沙群岛被日本所占领。抗日战争后，日本将东沙群岛归还给我们。国民政府先是将东沙群岛划归广东省管辖，然后又划给海南省管辖，一直到上世纪70年代，南沙群岛才划给高雄。其实无论划分给谁都是无所谓的事情，毕竟依然是咱们自己的领土。在东沙群岛中，面积最大的驻扎着军队的岛屿便是东沙环礁上面的东沙岛。该岛为东沙环礁中唯一的岛屿，位于北纬20度、东经116度。从高空俯瞰，东沙岛为自西北向东南向的蝶形沙岛，东西长2800米，南北宽约700米。
总面积为 1.8平方千米。东沙岛的地理位置十分核心，它不但是台湾海峡南疆的门户，而且还位于海南岛、吕宋岛、高雄和珠江口之间的中心位置。谁若能掌控该岛的实际控制权，便可以直接扼控巴士海峡的咽喉。为了提升东沙群岛的军事价值，台湾在岛上修建了诸多的军事和民用建筑，其中最核心的便是东沙机场。该机场跑道宽30米，长1700米，可起落中小客机和战斗机。机场建成之后，台湾开通了东沙机场直达高雄的航班。除了飞机场之外，现如今东沙岛上还有一个气象观测站，以及东光医院、东沙图书馆、卫星追踪站等设施。东沙岛唯一的遗憾便是岛内西湖了。西湖位于该岛西部区域，西湖的出口宽度不到20公尺，不要说军舰和货船了，便是渔船也很难在此停泊。若想把东沙岛改造成海军军事基地，没有强大的经济实力和科技实力作为支撑，那是根本不可能的。除了东沙岛之外，在东沙岛西北面45海里处还有2个珊瑚暗礁，南面的为南卫滩，北面的为北卫滩，南北卫滩之间相距2海里。不可否认，东沙群岛的岛屿数量确实少，面积也少，但这里自古……好了啊，我们大概就了解东沙岛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因为它的地理位置重要啊，而且是易攻难守啊。说句实话，拿下东沙岛几乎可以不费一兵一卒啊。再说台湾的那些少爷兵也不经打，估计我们的军舰一开到，他们就会举枪投降了啊。所以说打东沙岛成本非常低，其中还有一个最重要的是什么呢？东沙岛上是没有居民的，也就是说，即使两边开火，不会伤及平民啊，跟太平岛也一样啊，是没有平民的。所以说，我说，攻打东沙岛或太平岛是最低成本的一个显示，中国大陆武统决心的一个表现啊。相信如果说我们攻占了东沙岛以后，它将会导致整个台湾的整个经济恐慌情绪的一个大崩盘啊。因为第一，刚才大家在视频里也看到了，东沙岛的地理位置是直接掐住了台湾南向的一个咽喉的一个位置啊，它又离台湾本土非常近啊，所以说，拿下东沙岛来说，对于台湾的一个心理震慑的一个压力是非常大的啊，又没有伤及平民，没有就是说制造两岸人民的一种伤亡和仇恨啊，这是非常重要的。我们上一期就说了两岸一家亲，是吧？所以说拿下东沙岛是一个低成本，一个是吧，又能够有效震慑台湾政府啊的一个手段啊。这是我认为最有可能的，包括像昨天的这个新闻，香港民航把他们劝阻或怎么样啊，这样其实就能拿下东沙岛了，说实话啊。然后我们说再严重升级成一个程度的话，那就是拿那个马祖和金门啊，金门相信大家都很了解它在哪里，它就在厦门的对面啊。它是我们以前比如说金门海战啊或者怎么样，是吧？古宁头战役啊，这是对中国解放军是一个最大的一个耻辱吧啊。金门真的是，当然现在拿它是非常方便的。说句实话，因为大家看到了距离这么近，根本就不用海军了，是吧？几个小皮艇就能过去了，是吧？而且
金门人来说，跟大陆的接近程度、心理融合程度也比较高啊，也不会怎么太抵抗啊。还有一个呢，就是可能我们大陆人不是很清楚的，台湾还有一个地方也是紧挨着我们的，叫马祖啊。马祖是靠近福州那边的，是连江县管辖的啊，大陆我们连江县管辖的。它也当时是49年，蒋介石一直坚守的一个地方，后来我们也就没有再去进攻它了啊。所以对于台湾来说，马祖和金门都是他们的一个前线位置啊。所以说呢，我们打马祖和金门，它的一个共同点是，它上面都有居民啊，但它的那个军事设施也非常的多啊，或者说比较成熟吧啊。当然说，对于解放军来说，攻打是伤亡是会很小，但多少还是会有伤亡。其中呢，这2个岛上呢都还有平民在啊，所以说也可能会对平民造成一种伤害。所以说，我认为这个概率就会小了。是什么意思啊？大家千万注意，也就是我们要武统或者武力攻台的话，北京政府也好，或者中共也好，他最在意的是对台湾平民的伤害，不要去刺激台湾的平民和老百姓啊，否则未来的统治会非常的难啊。但是呢，就是说攻打下，如果说金门和马祖的话，那就是对于台湾政府来说，他们在挨着大陆这边的所有的地区都就没有了，就完全回到海峡中线的东边去了啊。对台湾的震慑作用当然是非常的强烈啊。但是我认为吧，还是如果真要打的话，还是就打东沙会比较合适啦，因为那里没有平民伤亡，我们毕竟两岸一家亲，大家你政治的事情不要伤到我们平民嘛，对吧？啊，好，我们再继续说，再升级，那就是空袭台湾啊，甚至直接斩首蔡英文啊。因为对于现代战争来说，这一套已经不难了啊。我们的导弹可以非常轻松的，其实中国大陆真的有非常多的导弹可以打到台湾去了啊，可以瞄准台湾的总统府或者它的核心的一个机构，导弹和飞机同时进攻啊。那就是最快最有效的武统台湾啊，就是最直接的方式了，把民进党直接抓走赶下台这样就是，当然接下来就是看形势发展啊。如果斩首成功，那到底是让国民党去执政，还是说共产党登陆台湾啊？这就是后面我们要聊的啊。当然说也可能啦也不要把国军想象的太差吧蔡英文早就做好了反斩首的各种的预演了，所以说也不是一下子可以搞定的啊。那接下来就是我们最终极的一个程度了啊，那就是占领澎湖，登陆台湾，就是解放军啊，在前面空军和导弹的清除
打扫战场了之后，就是由地面部队直接登陆台湾，那这将是血雨腥风的开始相信对平民的伤亡会非常的大但是我相信解放军会有所克制，或者说各种的规划，但是这是几种方式里边对平民伤害是最大的一种方式，也是造成未来台湾人民对共产党和大陆仇恨的一个理由所以说我个人不支持这种方式去武统台湾其实我个人更加的支持最好的方式就是攻打东沙因为你占领了东沙，对民进党政府造成有效的震慑之后那民进党自然而然就会因为选票下台然后国民党如果执政，那会非常的和大陆建立非常有效的融洽的沟通渠道，当然说也不是统一啦但是如果两边都认可一个中国，其实就好了。至于这个政治制度，我相信在国民党的执政下，台湾的民主制度会发展的非常的良善如果说你说一定要统一的话，那又是一个香港吗？是吧？其实也未必好了相信经历过这次香港，对于北京政府来说，也是要重新一些检讨和反思的东西所以说今天我们就是给大家总结分析了几种两岸开战的方式以及各种的利弊，好吧我们所以说这次对于台湾会不会开战这个3步的一个分析就到此为止我们的结论就是自从昨天的人民日报社论之后，勿谓言之不预，是吧？开战是肯定会开战的，只是说如何打到什么程度的问题，是吧？那我告诉大家，我个人的支持的是直接占领攻占东沙岛，其实就够了，也对两岸人民来说是最好的一种方式当然你可能会认为有其他更直接更有效的，或者说叫更解气的方式吧当然说个人可以有个人的理解欢迎在评论区跟我讨论如果你觉得我今天的分析说的还中肯那就给一个点赞吧，好吧未来我们还会有更多的相关台湾的一些评论或者视频希望你能够订阅我们视频，我们一起来讨论更多的社会时事，好吧